嗨，大家，我是凯。今天要分享的生酮甜点食谱是无糖雪花酥。没错，经过那么多次的反复测试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我终于成功研究了口感软糯的生酮版牛轧糖和微咸酥脆的无粉饼干。不像传统牛轧糖那么的甜腻，不用高碳水的奶粉也可以做出浓郁的奶香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我们来做无粉饼干，我们需要刨60克的帕玛森芝士。我做过几次饼干体，用杏仁粉口味太单一，椰子面粉做出来一点都不酥脆，而且我个人不喜欢椰子味太重。也试过用蛋白糖的原理，想做出酥脆的口感，但很容易受潮回软。到最后决定用帕玛森芝士结合杏仁粉来做饼干，而且这款芝士自带咸味，可以综合偏甜的牛轧糖。然后称同等量，也就是60克的杏仁粉，一起倒进去搅拌机，开始搅打。这个步骤除了让两种材料更好的融合，也可以让芝士和杏仁粉变得更细腻。然后慢慢加入水，具体加入多少水要看面团的状态，我这里加的是33克，大概加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倒出来，用干净的手把面团压匀，倒在耐热的硅胶垫，铺上另外一片垫子或是烘焙纸，用擀面杖擀平。把垫子拿起来，再用刮板把周围修整，怎么有点像我之前做肉干的手法然后擀平，薄一点比较脆哦。然后用刮板划分成小方块，方便我们烤好后掰开。如果小伙伴们要把它当小饼干直接吃，可以切整齐一点。我这个等等要和牛轧糖搅拌在一起，所以大概画一下就好了。移到烤盘上，就可以送到已预热烤箱180度8分钟。记得一定要一直看着，不然移到凉的架子方便操作。焦的部分其实蛮好吃的放凉后就可以把饼干掰开，感觉到它很脆吗？我本来想不加泡打粉，饼干会不会太扎实？但其实不会哦。我想是芝士里的水分在烤箱里蒸发产生小气泡，口感很对。这垫子感觉防粘，但是还是抹上黄油比较保险，不然雪花酥拿不起来就不好了。接着我们来做雪花酥的主要材料牛轧糖。首先称11克的阿洛酮糖，一定要用这款酮糖哦，如果用赤藓糖醇结晶很严重。对，这是我在惨动失败中学到的。接着称55克的黄油，本来熬糖浆要用到的水，我们就直接用黄油代替，这就是我们不用奶粉也能有浓郁奶香的秘密武器。锅里倒入黄油，用小火加热到融化，加入代糖，搅拌至完全融化，像这样。这时候就可以关火，我们来打发蛋白。这里是1颗蛋白，加入少许盐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打发，不用太硬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继续开小火，分多次慢慢把蛋白加入糖浆。如果火太大，可以时不时关火，不然很容易变成焦糖。这个牛轧糖我也试过好几次，有用过吉利丁棉花糖的方法，也做过把热糖浆倒入打发蛋白的牛轧糖。我觉得这熬糖的方式最不容易出错。蛋白都加入后，我们就可以换刮刀继续搅拌。你们看我火开大了，颜色变深了。如果不确定要熬到什么程度的话，可以准备一点冰水，把一点点糖浆倒进去，
如果觉得太软，就可以继续开超小火熬煮。我差不多熬到这个程度吧。然后倒入刚刚做好的无粉饼干和一把坚果，我就只有杏仁了。继续搅拌，如果饼干太大，可以把它压碎。然后铺上刚抹了黄油的垫子，在模具里用刮板压平整。放凉后就可以撒上椰子面粉，切块，边边也要沾上哦。我们的无糖雪花酥就完成了。我为这次的影片真的做了很多功课，也买了很多不同的食材来做测试，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分享的话，请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努力的动力哦。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的话，也欢迎留言问我，我每个星期一都会上传一支分享生酮食谱的影片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们想知道凯镜头以外都在干嘛，欢迎 follow 我的 IG。那我们下个星期见咯，拜拜。